天哪，好的，哇，我去。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可以看看这儿，呀，都完全的生锈了，因为它这个东西呢是完全的是热水啊，你看看，在这个水里面浸泡着，所以现在完全都腐蚀，你看都完全都坏掉了，全是水垢。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加拿大现在又进入慢慢的冬季了，很多朋友家里面呢都有这个中央的这个加湿机。那么其实这个中央的加湿机呢，也是跟汽车一样，需要定期的保养和维护。如果你不定期的保养和维护的话呢，结果就跟我们今天这个视频里所拍摄的结果是一样的。好了，我们在这个维修之前呢，先给大家讲讲这个中央加湿机的工作的原理。首先要讲的呢，就是它的空气流。这个加湿机呢是装在了这个吸气的这个管道上面。那么当吸气的这个管道气体呢，冷空气从这儿从背后呢进入这个加湿机。然后加湿机呢，通过这个阀门的开和关，然后流向这个管道的输出部分。那么这个是整个的空气流。那么具体的湿度是如何产生的呢？是通过右边的这个很小的这个阀门，这是一个24伏控制的电子阀门，它控制这个水量。这个电子阀门的下面是连接着热水的锅炉，通过这个电子的水阀门，那么这个水呢，就从这儿呢漏到这个整个这个机器的这个滤网，那中间呢有滤芯，待会儿我们会打开。24伏的电子阀门的开和关是通过这个电源，那么这个24伏的电源呢是通过你的中央 furnace 控制的，也就是说当你的中央 furnace 打开的时候呢，24伏开始送电，而这时候呢就通过这个水阀，上面有这个湿度调节，那么湿度调节呢是通过控制你这个整个这个水阀的开关的长短来达到湿度的控制。那么这么一讲来的话呢，那么原理还是蛮清楚的吧？大家可以想象的，就是说当你的 furnace 一开的时候呢，24伏送进来，你上面呢控制的湿度，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水阀呢就控制它的长短，那么这个滤芯里面的这个水量呢就得到了一控制，从而配合你的这个空气流呢，使整个房间呢带动想要的湿度。那么显然呢这个东西呢是有问题了，不工作。我们打开看一看。好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空调呢已经开始在运作，我们能感觉到这个有漏风从这边上过来，可是呢这个机器呢，我们可以听呢这个电子阀门呢没有任何的声音。那么显然呢这个电子阀门呢现在肯定是阻塞了。那么至于你们的滤芯是什么个情况呢，我们也不知道。好了，那我们第一步呢，我们先把这个滤芯打开一下。那么打开这个滤芯呢，实际上在这个下面有托盘，我们把这个托盘呢边上有2个螺母，打开。好了，天哪，好的，哇，我去。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可以看看这儿，哇，这里面全是这个沉积的这个钙质的结构，非常的脏。那么朋友们这时候呢，应该拿这些白醋好好的把它清理一下。我们放在一边，那么给大家看看这个，天哪，呀，都完全的生锈了，因为它这个东西呢是完全的是热水你看看，在这个水里面浸泡着，所以现在完全都腐蚀，你看都完全都坏掉了，全是水垢。那么这样的空气质量的话呢，还不如不装。那么我们在把它扔掉之前呢，先要看看它的这个型号。我们在这个边上呢能看到这个打的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呢，在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查一下它的这个型号。这个地方写着呢是99013 parts number。好了，那我们待会儿呢就网上去 order 一下。好了，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电子的这个阀门，用一个小扳手呢，我们把它打开。那么现在出现了这个打滑的情况，我呢下面呢使用一个套扳呢，用2个扳手一起呢把这个螺丝拧松那么这个时候呢还要把下面这个阀门呢也同样的给它打开。好了，那么我们现在把下面这个阀门呢也把它给拧开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打开，大家记住一下呢，这边左边呢是24伏的电，那么关系呢倒也不是很大，加上现在暖气呢也关掉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电子阀门呢
就可以从上面呢把它卸下来了，拆卸下来。好了，这是拆卸下来的电子阀门。好了，我们现在把这个水阀的这个型号啊抄在了这张纸上，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么这个 Part Number 是99046版本15，那么它电压呢是24伏，那么功耗呢是 2.5 瓦。那么这个叫 Orifice 就是它的孔径。PSI 呢是水压，那么生产的厂家和地址，那么下面的真正的 Part Number 以及它的生产日期。滤网，那么叫做99013。我们看一看呢，那么它的价格呢，显然是3个一起呢比较便宜。我们看看这个具体的型号呢，是不是完全的一样？那么这是显示呢是99013，那么呢它的品牌就是 General Air。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尺寸呢是12尺高，宽9.75和1.5的这个深度。那么换算成厘米呢，大概就是25厘米、31厘米和4厘米的样子。那么这个正好呢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么我们呢这个就下单。好了，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99046，我们可以看看呢99046这个阀门。那么这个阀门呢，这时候出来了一系列，它有99053和99046，实际上是通用的。我们可以看看这一个。那么这个显示呢是99046。这个图片上面呢，你看这个Parts Number 啊 W13X0080 和这个版本号呢，都是完全的跟我们这个水阀呢是一样的。好了，那么我们呢就把这个呢也下单。好了，我们按照同样的型号呢，就是从这个 Amazon 上面呢收到了这个电子阀门。这个电子阀门呢，我们现在呢再把它原样的给它装回去。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往上的，所以呢方向呢肯定是不会搞错。那么再把这个螺丝呢给它拧上。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它这个电源呢给接上。那么这时候把这个进水阀门呢也给它拧上。拧好了，不要有漏水。好，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两个水阀呢都给它进出水的水阀都关上了。最后呢，我们把最后的这个电源线呢给它拧上。那么拧上电源的时候呢，大家千万别忘了，首先把上面这个湿度的这个打到 off， 不然的话这是有一点电的。当然24伏呢，虽然说关系不大吧，但是最好不要带电操作。好了，那么现在呢可以看到呢基本上都好了。那我们最后一步呢就是要把我们的99013呢给它装上。那么当当，这是从 Amazon 买来的3件套，也不是3件套了，就3个 package， 便宜一点嘛，不是，反正这玩意儿呢，我建议呢，确实使用的我们加拿大的这个盖子呢实在是太重了，那么建议呢，确实是应该啊，至少我觉得每年呢，为了你自己的空气质量呢，应该每年应该换一次。那么这个大家不要忘了把这个方向呢搞错。那么这个可以看到这个水呢是从这个上面呢，从这儿滴下来，所以这边是开口的，不会搞错。这个水的这个托盘啊，给它装上。那么这个时候看起来呢，我们一切都非常的完美。那么这边的电子阀门呢，也被换过了，然后呢，这边呢，滤网呢也被换了。这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来测试一下了。我们把后面的这个水阀呀打开。那么这个是在热水上的阀门，我们把它拧开。好了，完美，没有漏水现象。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呢打到开，这个时候把湿度呢也打开。好了，我们这个时候这个水的声音呢，在这里呢可以听到呢，在这里流动的声音。那么为了确保它确实是工作的话呢，大家可以把这个打开，可以看到这个水呢，你看从这儿呢就流出来了。所以说这个电子开关呢，现在这个水啊在源源不断的这个往这儿进行输送，所以这时候的这个湿度呢就不久以后呢就会得到调整。好了，今天的关于维修这个中央加湿机的这个视频呢，就制作到这儿。那么最后总结一下呢，朋友如果有这样类似的设备的时候，切记呢，每1年啊，至少要换一次你的滤芯，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你的这个空气质量呢是最佳的状态。
另外呢，像这样长久没有使用的情况下，那么电子阀门里面呢也完全的阻塞了，所以电子阀门的水呢也是无法渗透到这个空气滤芯里面来。那么建议朋友们呢，应该是每年呢还是应该定期的检修和维护一次，这样保证你的这个阀门呢永远是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所以呢，这都是生活中的一些小常识，就像你的汽车，就像你的空调，就像你的暖气，你每年呢都是要进行定期的维护和保养的。如果你疏忽了这样的工作呢，那么最后的结果就会导致你会花更多的钱呢来换更多的零配件。今天这个关于中央加湿器的维修视频呢就介绍到这里，希望呢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见，拜拜。